中东正在进入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周六下午，德黑兰上空传出剧烈爆炸声，浓烟从核心区域升起，全球媒体迅速聚焦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几周前还停留在威胁层面的话语，如今变成了现实的火光。就在不久前，美伊在瑞士举行最后一轮核谈判，但谈判破裂。与此同时，美军完成数十年来在中东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当外交窗口关闭，军事选项便浮上台面。问题是，这次打击只是有限威慑，还是更大冲突的前奏？德黑兰街头传出恐慌消息，加油站排起长龙，部分区域交通瘫痪。以色列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空域关闭，学校停课，显示各方都在为可能的报复做准备。真正的关键在于，伊朗会如何响应？是象征性反击，还是动用区域代理力量？一旦能源运输受阻，油价与全球市场将瞬间震荡。更深层的问题是，这场冲突是否正在改写中东权力格局？伊朗内部是否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大国博弈是否已经进入摊牌阶段？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可能牵动整个世界。局势正在发展，而真正的风暴也许才刚刚开始。中东局势紧张，以色列2月28日宣布攻击伊朗，发动预防式打击，且全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并暂时关闭领空。另一方面，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发生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其后传出伊朗多地也遭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其后证实美军参与这次打击伊朗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命名为史诗式狂怒行动。综合外电报道，这场协同攻击导致德黑兰多处升起浓烟。除了早前传出的市中心大学街与共和国大道附近之外，伊斯法罕、库姆、卡拉季、北部的赛义德汉丹地区及梅赫拉巴德机场附近也传出爆炸声。美国官员证实，美军正透过空中与海上力量参与此次打击行动。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视频，说明此军事决策。尽管白宫最初拒绝评论，但多名美方知情人士已证实美伊两国在行动上的密切协作。川普在视频声明中明确表示，不久前，美军开始在伊朗展开重大战斗行动。我们的目标是透过消除来自伊朗政权的迫在眉睫威胁，来保卫美国人民。川普指出，伊朗试图重建其核计划并研发威胁美国的长程导弹，因此美方将摧毁他们的导弹，并将其导弹生产基地夷为平地，同时歼灭其海军。美国官员证实，美军正透过空中与海上力量参与打击。目前，美军在该地区已部署强大的战力，包括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与林肯号。川普也在视频中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无疑的下场。他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投降，承诺对方可获人道对待，否则可能面临死亡。川普也强调，华府已经采取所有步骤，减低区内美国人员的风险，但警告可能会有美国人伤亡。同时，川普还对伊朗人民喊话，你们获得自由的时刻就在眼前，并鼓励民众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接管你们的政府。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估计今次军事行动或需时数天，川普呼吁伊朗民众留在安全地方，指他们等待军事行动结束后推翻现政权。他称，伊朗民众常年来向美国求助但不果，如今则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呼吁不要错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称此次行动为消除威胁的先发制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发布禁令，全面禁止教育活动、集会，并要求非基础设施部门停止办公。为因应潜在的报复性导弹攻击，以色列卫生部已指示多家医院将核心部门转移至地下的紧急医疗空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透过波斯语社群频道呼吁伊朗人民起义，显见此行动包含心理战意图。虽然攻击地点紧邻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但伊朗官方官员透露，86岁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目前仍不在德黑兰，已被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伊朗官方媒体28日下午声称，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然无恙。伊朗通讯社、梅尔通讯社以及伊朗学生通讯社都报道，
裴泽斯基安总统安然无恙，没有问题。针对此次攻击，伊朗政府已向媒体表示准备进行报复，并称其反应将会是毁灭性的。综合伊朗传媒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多达数十枚弹道导弹。伊朗传媒 Press TV 只有30至75枚导弹，不过这些导弹均被以色列拦截。截至大使局发稿时，以色列境内尚未发生爆炸或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发动其针对以色列发动第一波无人机与导弹攻击，暗示还计划进一步袭击。路透社称，以色列向手机用户发送警报，警告称侦测到导弹，证实伊朗发射导弹的说法。美媒引述一名白宫官员指，川普总统凌晨正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持续监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遇袭，巴林境内美军基地一带响起爆炸声。巴林官方随后表示，美国第5舰队在当地的总部遭受导弹攻击。美联社记者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及黎巴嫩南部城市西顿周六听到爆炸声，显然是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导弹所致。空袭发生时，伊朗民众第一反应是开始加油站被挤爆，德黑兰上演大逃亡。据凤凰卫视驻德黑兰记者报道，空袭发生时，德黑兰街上的民众都很惊慌，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欢呼，并表示战争来了，人民终于可以解放了。女性则是感到害怕，有的女性在哭泣。该记者说，他的摄影师同时第一时间去学校接孩子，司机则是把他们送回去，就赶紧开车跑路，要去外地避难。该记者表示，德黑兰的加油站已经挤爆了，水泄不通，都在往外跑，全程大堵车。此外，阿联酋阿布扎比也响起爆炸声，阿联酋关闭部分领空。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发生在美伊日内瓦核协议谈判前夕，这场原本被美方视为契机的谈判目前恐已破裂。军事分析人士指出，美以双方虽协同行动，但动机略有不同。美国主要关注伊朗的核浓缩计划，而以色列则更担忧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在攻击发生前曾发出一份语气紧急的通知，要求使馆非必要人员与家属立即在今天离开，这被视为美方早已预知情势将出现重大升级的讯号。伊朗流亡王储，伊朗人必须夺回国家。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是伊朗末代国王之子，其父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他正呼吁伊朗人民夺回国家。在 X 平台的一份声明中，这位流亡王储表示，亲爱的同胞们，我们面前正是决定性的时刻。美国总统承诺给勇敢的伊朗人民的援助，如今已经到来。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干预，其目标是伊斯兰共和国、其镇压机器以及其杀戮机器，而不是伟大的伊朗国家及其人民。然而，尽管这份援助已到来，最终的胜利仍将由我们来取得。正是我们伊朗人民将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完成最后工作。回到街头的时刻正在逼近。如今伊斯兰共和国正在崩溃，我对国家军队、执法机构与安全部队的讯息很明确，你们宣誓的是保护伊朗与伊朗人民，而不是保护伊斯兰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你们的责任是保卫人民，而不是保卫一个透过镇压与犯罪挟持了我们祖国的政权。他呼吁军警应该帮助实现一场稳定且安全的过渡，并呼吁美军谨慎行事，尽力保全平民的生命。伊朗人民是你们天然的盟友，也是自由世界的盟友。这位流亡王储说，他们不会忘记你们在伊朗当代历史最艰难时期提供的帮助。他呼吁人民保持警觉，并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会号召人们采取最后行动。请透过社交媒体与卫星媒体关注我的信息。若网际网络与卫星服务遭到干扰，我将透过无线电波与你们保持联系。我们距离最终胜利已非常接近，巴列维说。美驻以色列、卡塔尔与巴林使馆警告人员就地避难。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要求所有人员就地避难，并补充称，我们也建议所有美国人在另行通知前采取同样措施。卡塔尔设有一座重要空军基地，该基地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沿总部，并驻有数千名美国军人。乌代德空军基地曾在6月遭伊朗袭击，
作为对美国打击其核设施的报复。美国驻以色列与巴林大使馆也只是员工就地避险，并建议所有美国人在另行通知前采取同样措施。以官员行动计划多时，评估认为无法再谈判。今次军事行动正值美伊两国与瑞士进行核谈判。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美伊两国认为与伊朗的谈判之路已经不通，因此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川普27日对美国与伊朗的核计划谈判表示失望，并警告有时你不得不动用武力。与此同时，美军已在中东地区大规模集结，可能预示着将对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发动攻击。路透社报道，自从伊朗镇压抗议者后的数周以来，川普持续增强对伊朗的外交与军事压力，试图迫使伊朗统治者放弃核武及其他华府视为破坏稳定的活动。在最新一轮谈判于日内瓦结束却未达成协议后，川普的耐心似乎正逐渐消磨殆尽，尽管他表示尚未对动武做出最终决定。川普27日在德州圣体城一场活动前表示，他们不想说出关键词，我们不会拥有核子武器，所以我对谈判并不满意。伊朗否认寻求发展核武，并希望任何协议都能包含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川普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天，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库什纳与伊朗官员在日内瓦的谈判结束，并未传出达成协议的消息。不过，居中调停的阿曼外交部长阿布塞迪表示，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在川普发表最新言论前，阿布塞迪今天稍早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平协议近在咫尺，只要我们给予外交所需空间来达成目标。阿布塞迪指出，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永远不会拥有可用于制造武器的核材料。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一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我认为协议指日可待。不过，有以色列国防官员向路透社及以色列第12频道表示，今次行动早已计划多个月，并在数周前决定实施日期，而联合行动的初步阶段料需14天。比特币暴跌，15分钟1亿美元蒸发。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后，加密货币市场率先反应，比特币大暴跌，15分钟内导致1亿美元的多头部位被市场清算，而比特币价格也从65000美元跌至63000美元。中东紧张局势的突然升级，导致交易员纷纷抛售杠杆交易，加密货币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资产类别之一。据衍生性商品数据显示，新闻消息发布后几分钟内，各大交易所约1亿美元的多头部位被清算。过去类似事件都曾影响过比特币的价格，这次也不例外。鉴于加密货币市场是周末唯一开放的金融市场，其影响立竿见影。而今日在开战不久后，短短几分钟内，比特币价格从66000美元跌至63600美元，之后回升至64000美元。截至下午4时左右，比特币价格为63600美元左右。自昨日在68000美元受阻以来，价格已下跌超过4000美元。大时局频道会持续追踪伊朗局势，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了解最快最全的信息。我们下次再见。